我们在一起快1年了，最开始我觉得他文质彬彬的，性格也挺好。交往一段时间之后，想和他结婚，但每次我提出结婚的想法，他总是回避我，而且现在脾气越来越大，经常抽烟喝酒，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们两个现在工作都不太稳定，经济压力也大。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结婚啊，对双方都不太好。他你却一点不理解，还一直在逼我，你现在也很烦。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坐下来好好聊聊，他总是躲着我。我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就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能处就好好处，不能处就好聚好散。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王先生47岁，来自山东个体；雷女士48岁，来自山东销售。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交往1年多哈，快1年了。哦，快1年了，这就想结婚了？是。那么急啊？第一次跟他提要结婚什么时候啊？是这样的，当时认识他的时候吧，是在正月里，觉得他人不错，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笑眯眯的，觉得也是我喜欢的类型，就跟他正式交往了。去年国庆节的时候吧，我觉得我们年龄也挺大了，就接着过节，我就做了一桌子菜，但是我们在喝酒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结婚的事情给他提出来了。没想到呢，他立马就变脸了，当时就说时机不成熟，说以后再说。我呢很伤心，所以说想来说道说道，我老是想给他好好谈谈，他老躲着我。他躲着你啊？因为啥躲着人家呀？因为我们呢，最主要的事情是，我们上半年接触的时候还挺好到了下半年呢，发生了很多事情吧我通过朋友介绍，做了一些投资到了下半年呢，血本无归对我的精神和物质压力很大，所以说呢，有时候他给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也有点犹豫不决。那就说嘛，就说我经济条件不好了嘛，觉得经济压力大嘛，那就慢慢处着呗。但是他一开始时候没跟我说他投资的事情，他投资什么我也不知道。当时他光是描绘我们美好的未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我呢觉得他这样说不是不结婚的理由，我觉得他现在心思越来越在我身上了心也不让我看。您觉得这是借口是吧？而且现在和原来判若两人，脾气越来越大我怀疑他外面有别人了。有吗？没有。没有，为什么对人家脾气越来越大？没有，为什么不让人看手机？最主要什么呢？投资失败了以后压力大一些到下半年呢，他一直催我结婚说真话，为了对他负责吧，也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吧。有时候我想呢，可能还需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去沟通。那你打电话背着我在阳台上打20多分钟，不让我看手机。我问你是跟谁说话呀，你也不说，你光说我不懂，你能不让人怀疑吗？这个事呢，主要是什么呀？我们做婚庆这一块接了一个业务以后忙活的时间比较长，我们都是团队去运作，牵扯的这设备人员比较多一些，打的电话比较长一些，他人不是多么了解，有时候就这样有点疑神疑鬼，就怀疑我，其实没有的事也是。您都为什么怀疑啊？背着您打电话算是怀疑，还有怀疑过什么呀？就去年11月11号的时候发生那件事让我很生气。啥事儿？那一天吧，我们共同之间的朋友小李儿给我发微信说，你跟老王分手了吗？我说没有啊，我很奇怪，为什么你这样说呢？他说你看看他刚发了朋友圈里，他去参加相亲会去了，而且我都看不到，然后我一看发现他把我屏蔽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3年11月11号是我们有一个老乡，他组织了一个什么呀单身相亲会这么一个活动，我呢做婚庆这一块，
他学一些设备、录像、音响，我是门组织者之一。哎，我也参与这个活动了，还找了一些单身朋友100多个人，在9点就搞这么一个活动。您是组织者？对。哦，不是参与相亲的。对。这事儿不是说清楚不就完了吗？那你为什么屏蔽人家呢？他公司也挺忙，有时候啊，我一些事情跟他说了以后啊，他可能是也不是多么了解，所以跟他沟通的可能也差一些。不，这不需要沟通啊！你正常我要组织一相亲会，我就组织呗。你告诉我，还有照片是怎么回事？啥照片？他就是相亲会上和人家照的是一个女的挽着他胳膊，相亲成功了，站在舞台上，小李儿把那个截图发给我了，我很生气。对，就是那个女的我也认识，对她有好感，也喜欢她。你怎么不拒绝人家呢？你怎么不说你有女朋友了呢？哎，你不是说你是组织者，怎么你也相去了呀？不是，这个事情也是个突然的事情。我们这个相亲会快结束的时候，我们5个组织者都需要上台给人敬酒，然后他上去以后，哎，说给我合张影。哎，我说行啊，合张影就拍个照吧。其实我不知道谁拍的，就发朋友圈了。这叫解释，你信吗？我先问问你喜欢他吗？因为当时那种场合，我们喜不喜欢？不喜欢。我们现在已经不联系了，这都是上年的事。你拒绝他了吗？早拒绝他了，现在都不联系了。你指的拒绝是什么？为什么在单身群里你还冒充单身，还不退群呢？说真话，我们说婚庆这一块有什么设备群，还有这个相亲交友群，我在群里也是一个群管，所以说呢，为了自己的业务吧，也是没介绍客户的一种渠道。哎，如果你这样说，我还能理解一些，但是你有好多事儿也瞒着我。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我不喜欢他抽烟喝酒，为了身体健康嘛，他也挺听话的，当着我的面也不抽烟，喝酒呢也很少应酬。现在呢，他抽烟啊守着我，然后喝酒呢就也不告诉我。有一次最严重的就是，他说跟他朋友去聚会，是谈事情去，到了饭点了还不回来，我就做好饭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和朋友在一起喝酒呢，我说你早回来吧，我在家等着你。到了12点多了还不回来，我再给他打电话，他就有点不耐烦，快1点了还不来，我又给他打电话，响了好几声，再打，关机了，一晚上都没回来。第二天早上回来以后什么也不说，就自己睡觉去了。这种事经常发生，我们为这事经常吵架。你干嘛去了？因为干我们这个行业呢，说真话免不了喝酒的场合比较多。不是，您是卖酒的？不是，做婚庆这一块。您是试酒的？哎，对，我们本身这个婚礼之前也有试酒这一说。行吧，就算有这么个喝酒的工作，那啥工作要喝1夜酒呢？最主要是什么呢？压力也大吧，他经常打电话，我也有点烦。朋友找他一块呢，有抽烟有喝酒的，您就直接跟他说，不就完了吗？他当时答应的很好。不是，人家不是跟您说了吗？说烦您了吗？他喝酒的时候烦我，他不喝酒的时候还是挺好的人。行，可是他经常喝酒啊。现在经常喝酒，经常出去。原来的时候吧，每天都能见面，现在3、4天见不上一面，有时候1个星期，老是推脱着，忙，工作忙。说真话，接触这些1年多，他这个说话比较絮叨，天天有时候逼我去在这一个承诺期结婚，可是我现在呢，说这还给不了他这个结婚的面子。就是你很烦他天天逼你结婚，是吧？你没法承诺。我再问一件事啊，现在孩子你们应该都曾经有过婚姻吧？我没有，他结过。我是曾经有过失败的婚姻，年轻吧不珍惜。现在呢认识他了，我就觉得要好好珍惜。您一直没结过婚？对。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要个说法，对不对？对，我就是想，如果我们能好好处下去呢，我们就好好交流，你别躲避着我，有什么说什么。如果不行呢，那我们就好聚好散。行，还想跟人处吗？还想。
我怎么觉得你不想啊？只不过是没这段时间，可能我压力大一些啊。为什么？还是没通过这个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去好转吧。好转啥呀？一个经济，一个是精神压力。行，稍微好。我这个时候倒想听听这个大姐的优点是什么了，在你心里她有什么优点？她的优点呢，作为一个女人的话，她比较懂事一些。这个懂事的含义是什么呀？第一个什么呢？因为家长里短考虑比较周到，所以说呢，对我呢可能事无巨细，考虑的也比较细致一些，照顾得好是吧？对，哦，能考虑到，这是我认可的。听明白了。再问您一句，为什么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因为我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他也给我描绘了我们未来，你们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让我们有一个温馨的家。您给我们描绘一下。我原来曾经受过伤害，他呢也挺关心我，脾气也挺好，主要是那时候吧，就说以后我们每年都出去旅游去，然后呢相伴到老。我作为女人吧，这是给我的最好的承诺。就在您这个离异之后，还谈过恋爱吗？还是就谈了这一个？没有。哦，离异多少年以后认识的他呀？有4年了吧。着急结婚是为什么呀？我是想我们年龄也不小了，再一个呢，我觉得他挺适合我的。他哪几点适合您呢？他是除了就是下半年变化挺大，刚开始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一直抱着那个梦想。也就是说，您现在想嫁的是刚开始认识的那个人，是吧？是，并不是下半年呈现在你面前那个抽烟喝酒不回家。干什么去了也不跟您交流的那个，是这意思吗？对。行了，事儿就是这么一个事儿了。相处不到1年的一对中年人，女方期许着一段美丽的婚姻，男方现在似乎没有做好准备，所以女生想要一个说法：好则合之，不好则好散之，是吧？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雷女士。王医生不会跟您结婚的。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享受着自己这样的单身状态。王医生，我们看形象上佳，而且一直活跃在各种群里面。我相信，只要他愿意，他身边应该不乏异性伴侣，但是他都没有结婚，他根本就不想结婚。这个对象无论是您还是不是您。而您也知道他这样的状态，他有各种各样的在您看来的借口，可是您依然想要个结果，是因为说啊，最开始的时候你承诺我了，怎么样？我要告诉您的是，雷女士，所有的追求过程当中，或者是热恋过程当中的承诺，都只能打1折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忘掉那些你们曾经的风花雪月。看清眼前这半年你们相处的现实，你所有的关心他觉得是絮叨。在开始你是一个懂事儿的女人，他愿意和你在一起，但是现在您所有的做法在他看来都已经变得不那么懂事儿了。发那条朋友圈，我暂且不论他是真的去相亲了还是组织者，因为我们无从判断，但是从他发朋友圈的状态，屏蔽你，然后你的朋友又给你打电话来讲，说明朋友们看到这条朋友圈的时候感受到的其实是他在宣示自己的单身状态。对于异性挽着自己的胳膊非常的泰然，没有你的存在，夜不归宿没有合理的解释，没有你的存在，所以我不知道您今天是来要什么的。其实今天反而要做选择的是您，就是他在不给你一个婚姻状态的时候，你是愿意和他继续交往，还是和他分手？刚才他说的那句话是真心的，就是还想处吗？想，前提条件是在你不逼婚的情况下，他愿意有一个懂事儿的异性陪伴在自己的身边。仅此而已，我希望您能听明白，祝福每一位，谢谢。大姐，你说他需不需要你？我觉得他需要你。
但他并不想把一切都交给你。就说白了，一个人如果真的要和另一个人结婚，在投资啊像这些事情上面，怎么会不是两个人商量着办？像借款啊这样的事情，怎么会不是两个人商量着办？未来的事业的规划，怎么不是两个人商量着办？要去组织什么相亲啊什么事儿，怎么会你就会不知道呢？他的生活的一部分需要你去照顾，他生活的另一部分不希望你涉足。那你刚才一再提起说，你追我的时候给我描绘的生活是那么好那么好那么好，为了追求描绘蓝图，这个承诺是很轻易许下的，但是他又没有勇气去承认我不愿意遵守这个诺言，他没勇气去承认这个，你知道吗？大姐，如果你认为结婚重要，就找一个能结婚的，求人得人嘛，不就是那么简单吗？快50岁了，还活成20岁时候对爱情的天真，我觉得就是你们的问题，就这样。雷女士呢，就是太主动，用力过猛，但其实自己内心非常清楚答案。你有问过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不结婚呢？当时他跟我说的是因为是别人的原因，他没有说是他的原因。那你自己想的答案是什么呢？你没有思索过这个问题吗？当时曾经也想过，我觉得他这么多年来也挺不容易的，没有遇到我应该更好的对他。你认为你就是那个终结者是吗？你认为他这么多年来一直等待的就是你是吗？那你现在交往了1年之后，你还认为你是他那个等了几十年的女人吗？现在很伤心，很失望。很失望。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一个在外面流连忘返了几十年的男人，你凭什么把他带回家？我觉得我用我的真情，凭你的真诚，好，能挽回他。好吧，你呢，空有一番真诚，但实际上别人并不把你的真诚当回事儿。咱们尊重自己好不好？咱们能不能给自己一点面子？我非常理解你心里想的，戴副眼镜，文质彬彬，谈起事情来谈笑风生，而且有一定的朋友圈。但是你要想，你凭什么能够把他带回家？你无以为凭，那就算了。
大哥，咱们能不能不因为别人老实、单纯，我们就一味着拖着不给答案？能不能不这样？咱们就实话实说。其实一个人自由也一样可以获得别人的尊重，因为这是你人生的选择。但是我也尊重别人的真诚，对不对？就这样。我觉得一个人憧憬美好爱情，哪个年龄都不为过，而且都应该有这样的憧憬。但是，即使是憧憬美好的爱情，你也得看清楚这段美好爱情的那个对象是谁，人家是不是跟你共赴美好的那个人，是不是心里都有了？真相其实早有，所以两位各自安好吧，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曾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那时候年轻，不知道珍惜对方。现在年龄大了，认识了你，我想好好的珍惜。我也想我们有一个相互的依靠，就像你说的那样，我们有个家，我们能相伴到老。但是你现在不想跟我结婚，我是奔着结婚的目的而来的，我是要一个结果。来，请亮灯。我们男女嘉宾一起打开君乐宝长知识了爱的记忆箱。来，把这记忆收一下，看看是什么。这个您在里面放的什么记忆啊？我给他放的是银行卡，因为么呢？我让他说这句话也应该明白，我现在给不了他一个结婚的一个啊，明白。就我可以把什么都给你，但是对不起，我给不了你婚姻啊。那个，您这是什么呀？这是我给他的去逼刀啊。去年的时候他生日礼物，但是因为那天他躲着我，没有和我一块过生日，我的生日都没一起过啊。没送过去，借今天的机会吧，我送给他。不管以后结果怎样，对我来说也没什么意义了，留在我这。行吧，谢谢两位啊，谢谢你们分享你们曾经的记忆。来，请回。来，请关门。来吧，看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来，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回去好好想想老师们的话，梳理一下生活好吗？谢谢您，请回。